宋明野，老子养你这几年，供你吃，供你穿，你竟然跟老子的老婆混在一起！爸，你说什么呢？非逼我挑明是吧？你刚才用你的裤裆夹我老婆的腿是怎么回事？妈刚才不是腿痒，而且脚啊经常凉，我帮她捂，我纯孝心啊，爸。好一个母慈子孝，感天动地呀！老婆，这爸今天怎么了？发这么大脾气？小野跟柳姨……闭嘴！秦其中，你个没良心的！我跟了你5年，我受了多少委屈，你知道吗？你委屈什么？你好意思问？这5年，你对我的感情，哪次不是3分钟热度？我去倒杯水的功夫，你扭头就睡着了。我也想给你生个一儿半女，你有那本事吗你？有机会啊，得给老爹补补，壮壮筋骨，不然以后掉进哪个洞里，还真容易被里面的东西给欺负。当着孩子的面说什么呢？我也想给你生个一儿半女，可是你没有能力，那我只能把小野当成我的亲生儿子了。我把他当成我的精神寄托，你却这么想我？难道真是我多心了？也许是秦川刚回来，觉得自己不如宋明野，所以心里不平衡，才那么想的。如叶，哎呀，这段时间是我太忙了，是我胡思乱想了啊。这眼泪说来就来，奥斯卡都欠你一座小金人。我老爹也是真的笨，这俩人昨晚的声音响得外面都能听见，唇枪舌剑的互相冲撞，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了呢。原来昨晚不是我们房间的声音。小野，你爸年纪大了，疑神疑鬼的，没吓着你吧？啊？老秦岁数大，眼神不好使也就算了，我姐也没发现呢。那么激烈的肢体冲突，身上能不留点记号？什么？妈，别怪爸，这对狗男女简直欺人太甚。妈，没事儿，我呀，只是爸的养子，受点委屈没什么，只要你还有我爸的感情好好的，什么都行。哎呀，小野，你这傻孩子，说什么胡话呢？哎，干什么呢？我说你俩还让不让人吃饭？说话真让人招笑，干脆上桌给大家现场直播得了。王八蛋！老秦，干什么这么对小野啊？老婆，什么情况？爹的儿子有什么问题吗？你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如烟，你们好好给我解释解释，这印子怎么来的？你们两个当着我的面眉来眼去也就罢了，这草莓印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哼，还想眼神求助？我看你们这对狗男女能编出什么理？老秦，小野他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这我期望处个女朋友，在身上留点印子，很正常嘛。对，我处女朋友了。女朋友？刚才怎么不说？这个我又不是什么坏事，领回家看看呀。是啊，这是好事啊，小野，姐夫支持你。你别添乱。他保守，他还是个学生，而且我怕你不同意，就没公开。这个呢，这个也是昨天晚上他不懂事弄的。学生？对，穿成 JK 啊，我妈也能变学生。JK 是什么？老秦，你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呀？疑神疑鬼的，收收你的暴脾气吧。要是现在还不消气，那我晚上不就遭殃了？如烟这么乖巧，又怎么会干那种事儿？哎，我真是越来越多疑了。这小野啊，刚才是爸冲动了。既然谈恋爱，带回来让我们看看。没事儿，爸，我知道了。我这老爹呀，
还真是好骗。他要是知道柳如烟为了激发宋明野的战斗力，特意买了件紫色的贴身衣物，还能撑得住吗？什么衣物？贴身衣物，紫色的那件。什么时候背着我买紫色的贴身衣物了？老钱，这不是3个月前我为了准备我们结婚纪念日的礼物，特意买了，想穿上给你看，给你个惊喜吗？惊喜？结婚纪念日都过去10几天了，我他妈连个布片片都没见到，你给我惊喜？走，把那个衣服给我找出来！老钱，这衣服我已经找不到了。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你竟然不知道放在哪儿？找不到再买一件不就好？找不到？他那是找不到吗？他明明就是刚脱下来，还没来得及洗呢。想知道真相，去宋明野房间看看不就知道了？爸姐，你们看我干什么呀？那件衣服是不是在你房间？爸，这个可不能开玩笑啊！妈的衣服怎么会在我这儿呢？老钱，小野他是你的儿子，你怎么能怀疑他呢？这日子没法过了。原配老婆和亲生儿子不会，可你们不是一个后妈，一个义子，整天闹矛盾发生冲突，当然合情合理。老婆，咱们别掺和了，要不先回去吧。爸，既然明野说不在他的房间，那我们就去搜一搜。如果没有的话，也好证明明野的清白。不是姐，不你这，这怎么办呢？昨天晚上太累了，我没来得及收拾，东西还是枕头底下呢。你这是要害死我呀！赶紧想想办法。老公，这是孩子的私人空间，你就这样闯进去乱翻的话，很伤孩子自尊的。你让他以后怎么见人啊？在我的房子里跟我谈什么自尊？起开！老钱，我就说你疑神疑鬼吧，我跟小野怎么可能有什么嘛？老公，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压力大，但是再怎么样也不能怀疑到我跟小野头上啊。是啊，爸，你看，我们要是干这种事，我还是人吗？小野，虽然你不是妈亲生的，但在妈心里一直都把你视如己出的。爸，我不怪你，只要你跟妈好好的，我什么都行。小野，爸刚才确实冲动了。老爹呀，老爹，你在商场上那股精明劲儿哪儿去了？面上没有，没准啊，就在宋明野枕头底下呢。枕头？一定在枕头下面。老婆，你跟爸怎么知道的？老钱，你没完没了了是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露明野的隐私，你还让不让他做人了？隐私？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隐私！让开！我不让！今天你要翻明野的房间，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你们越是这样，就越证明你们心里有鬼！给我起开！不要！啊！哎呦！爸被戴绿帽子这件事，要是真被坐实了，秦家的脸面就要丢到外面去了。就算真的发生了，也绝不能忍。宋明野，你居然跟蓝雨……啊！你说什么？这是蓝衣的衣服？你刚才不还说你有件紫色内衣吗？没错，老公，我的那件不长这样。宋明野，我问你，这衣服到底是谁的？为什么会在你的枕头底下？这个我是……老爷，对不起，这衣服是我不小心落下的。昨晚我帮明野少爷收拾房间，不小心从围裙里掉了出来。我当时忙着干其他的，就给忘了。难不成连这风韵犹存的蓝姨也跟宋明野勾搭到一块儿了？宋明野这嫂子行啊，人看着挺小，手底下本事这么大，这是打算老少通吃，
把秦家后院给包圆了呀。哎呀，小兰，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老爷。我去，老爹怎么和兰姨还有一条姻缘红线？他们俩这……兰姨虽然年纪大了点，可好在性格温柔。这么一想，我老爹不吃亏呀。我这老爹虽然身上的工具年久失修，甚至可以说基本报废，但在让自己享福这块，还真是一点没让自己受过委屈啊。姐，你推我干嘛呀？这衣服又不是我藏的。老秦啊，这下你总该相信我跟小野真的没什么了吧？小野啊，你也真是的，知道你爸工作忙，以后你处对象就小心点儿，别做让你爸误会的事儿了。妈，放心吧，爸最近压力太大，我能理解，我以后也会注意的。这两个人一唱一和到什么时候？跟个小孩一样，一个逗逼，一个捣蛋，没完没了了。哎呀，疼！哎呦，你还知道疼啊？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也没说话呀。以后多把心思放在事业上，想想怎么继承秦家家产，少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走。兰姨啊，你这按摩的手艺跟谁学的？按的还怪舒服。有机会教教我，让我也……秦川，你还想不想回天界了？给你绑定个系统，抓紧时间修炼到万年修为，不然就别回来了。鉴于秦川懒惰又不思进取，惩恶扬善系统已绑定，历经红尘，斩断99段孽缘，同时修成万年修为，即可返回天界。斩断孽缘？这人家情到深处，我乱插一手也不太好吧？任务失败，宿主秦川会得到死亡惩罚。哎，但是吧，这种不被道德伦理所接受的孽缘必须拆散。可是系统啊，你也知道，我这手里没把米，连个鸡都叫不来啊。请宿主领取当前任务道具美容养颜丹，美容养颜祛疤消痕。这什么？就这？系统，你也太抠了吧你！柳如烟罪孽深重，给她点甜头，然后再顺其自然的狠狠的教育她几次，让她主动断掉与宋明野和其他人的关系，这不就解决了？发布首次任务：救赎后妈柳如烟，她与多名秦家人员关系混乱。宿主秦川需帮助柳如烟树立正确三观，传递正确价值观导向。检测到柳如烟当前善恶值-100，触发惩罚机制。宿主秦川需用巴掌狠狠地教训柳如烟，每一个巴掌增加0.5善恶值，并提升对宿主的好感。善恶值？这不就是劝风尘女子从良，拉良家寡妇下水吗？而且打一个巴掌就能提升她对我的好感度，这种趁人之危的事儿，我不干。秦川，你干不干？反了你还！哎呀，你还成了精了还？本系统是惩恶扬善机制，只要你教训柳如烟，每次就能提升1年修为。你干不干？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干，我干。老公，我准备出门了，你好好在家。秦川，你怎么在我们房间啊？你们房间？这不是宋明野房间吗？我老公呢？哦，你说你老公啊，出去谈项目了，还没回来呢。谈项目？怎么，就允许你跟宋明野谈项目，不允许我老爹在外面谈项目？
我说的是宋明野。哦，哈哈哈哈！原来宋明野是你老公啊！这老公叫的真响亮，骗我老爹收养个义子，实际上是你饲养4年的鸭子，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还得叫着老公。你呀，可真辛苦，把自己活得像只鸡一样，每天起得早，又叫得响。哎，我说你每天演的到底累不累啊？说，养那个小白脸到底骗了我老爹多少钱了？谁包养他了？你胡说什么呢？哈哈，不承认无所谓，反正是只鸭子，打他一顿，他为了钱又不能走，最后只能忍着。嗨，最后被我打得鼻青脸肿，还只能说是自己摔的。只不过嘛，他可能这些天都不能再碰你喽。他人呢？我要见你，还挺过时，被我打晕了，扔外边。他不在了，咱俩才能好好谈谈嘛。你胡说什么呢？柳阿姨，这可不是胡说。我刚才算出你屁股的这个5颗黑痣。金川，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你居然敢偷看长辈换衣服，简直下流！哎，我秦川为人正直啊，你可别胡说八道啊！那颗痣的位置那么隐秘，除了老秦和宋明野，绝不可能有第3个人知道。难道这小子在家里装了监控？可是他昨天才刚回来。怕了吧？我说了我会算，现在8点，我还算出今天晚上9点你要去会所打牌，而且现在就要准备出门了。这你都能算得出来？当然了，平时总是输钱吧？平时和我一起打牌的不是明星大腕，就是尹氏千金，我确实总是输给他们。你真有办法帮我？那是当然了，柳小姐，我也知道你不想输钱，我能帮你，不过呢，你得让我狠狠地教训几下，我就告诉你什么叫躺着就把钱挣了的方法，而且还能帮你把那个痣去掉。当真？当然了，只要你照我说的做。月姐，你感不感觉今天如烟姐的手气格外的邪门啊？这是撞上3大壶。砰！如烟，你这背后有高人指点啊？是谁呀？你介绍给我们呗。巧合罢了。我又胡了，承让，大四喜，承让了各位。虽然真的赢了，这么多钱，秦川那小子难道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说不定真有办法除掉我屁股上那颗痣。哎呀，柳如烟啊，柳如烟，美容养颜丹已经准备好了，就差你来了。你说你造的什么孽呀？啊，这要换做平时，这会儿说不定正在教训那个偷看嫦娥洗澡的小神仙呢。看来是上钩了。秦川，哎，柳姨，大晚上的，你不去找我老爹玩伏地魔游戏，跑来找我干嘛呀？小川，是这样的，我想问你，你白天说能帮我解决掉那颗痣，是真的还是假的？哎呀，那个地方别人又看不见，你弄它干嘛呀？回去睡觉吧，啊！小川，这个位置别人是看不到，可是它足足有指甲盖那么大，还鼓鼓的，我心里膈应吗？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对不对？哎呀，这个吧叫美容养颜丹，
是我在外边流浪的时候，跟着医师一起学习炼制的。看在你是我后妈的份上，我就奖励你一颗。行了，回去吧，我要睡觉了。一会儿啊，非得让他来求我。他真的变小了，而且我全身的肌肤都变得更加光滑紧致了。小川，你是不是还有啊？我想当这颗痣彻底消失，再给我几颗吗？哎呀，那丹都是我炼制的，炼一颗少一颗的。小川，你就再给我几颗嘛，大不了花钱买。哼，我是秦家少爷，我不缺钱。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哎呀，给你也不是不行，不过嘛，这话要是说出口，他不会以为我是变态吧？只要你要，只要我有，你随便提。哎，这可是你说的啊！让我教训教训你！教训我？小川，你说明白点儿，鸟姨不懂。哎呀，就是让我抽你几个嘴巴子！小川，小川，我是你后妈，你居然想扇我！我对你和西月那都是视如己出，掏心掏肺的。掏心掏肺？你是想把我老爹的家底掏空吧？大前天下午，你是不是在总统套房里干坏事？前天凌晨，你是不是在咱家车库干坏事？还有，每次我老爹在外面出差挣几个亿的项目，你是不是跟你那个被包养的宋明野在家里干那几个亿的小项目？同样都是辛苦，你这可比我老爹辛苦多了。你怎么知道的？哼，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想要让我闭嘴，立刻卷铺盖子滚出秦家，别耽误我老爹后半生的幸福。小川，我也是有苦衷的呀，谁叫我家里有个好赌的爸生病的妈，不然我一个正值芳龄的大姑娘，怎么愿意离开家乡来到这个地方，嫁给一个大自己20多岁还满足不了我需求的男人？生病的妈，好赌的爸，上学的弟弟，破碎的他，听起来是有点让人同情。不过这句话怎么好像从哪听过？哎，行了，柳叶，你把你这些眼泪留你那些野男人吧啊！那好吧，小川，我们赶紧开始吧。小川，你教训完了吗？现在可以把丹药给我了吧？哎呀，什么丹药？我答应过教训完你就给你丹药吗？你怎么能耍无赖呢？哎，我无赖，我之前只答应给红杏出墙的事情保守秘密，给我那个不争气的老爹教训教训你。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给你丹药了？你也太欺负人了！刚刚可是你自己自愿的，我可没逼你啊。再说了，你给我们家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我现在火气大得很。你要是想要丹药的话，你就得让我再教训你一次，一次一颗哦。秦川，你无耻！我无耻？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干了什么事儿，你现在说我无耻？我警告你，你再骂我，我的火可是浇不灭哦。小川，以前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怕。好，那你说说，你错在哪儿了？我不该把宋明也带到秦家，也不该欺骗老秦。那你再说说，你该怎么改呢？那宋明也是我包养的鸭子，那鸭子离了水，它自己就会跑的吗？所以我打算
断了他的经济来源，这样你满意了吗？满意？就这样你就想让我满意？钱呢？你拿我老爹的钱养了4年的鸭子，就这么让他跑了？我警告你，你要是不给他一点惩罚，那我就惩罚你。一点觉悟都没有，看来刚才给你的教育还是不够。青川，我不想给，可以，走吧，走。青川，你这个卑鄙无耻、说话不算话的骗子！哦嘿，爱要不要，反正找我制药和找我买药的人排队多的是，不差你一个。等等，怎么反悔了？现在又愿意了？小川，我愿意的，只是这次你能轻点吗？刚才你打的我太疼了，你就给我轻点吗？还敢还嘴？看来刚才是给你的教训不够，还不快过去跪下！也不怕累死。哼，真是倒反天罡。系统，我能用皮鞭吗？抽死他！教训一次就能提升半年的修为，看来还是功法太烂。要是有个顶级的功法，一次就能提升1年的修为，看我这次不教训死他！让柳如烟降低50点杀恶值，即可获得顶级混元功法生生造化诀。天界的功法修炼分为开脉、灵海、法相、动真、混元。我之前用的只是法相境界的功法，就已经跟天界的仙人比肩。这要是用上混元功法，那得强到什么地步？没想到教训柳如烟还有这好处，嘿，这我能怕累？这下看我不教训到他求饶！还来不来啊？来了！柳如烟杀恶值加20，当前杀恶值负80。这一次性提升了4年的修为，距离万年修为又近了一步。这要是早知道教训柳如烟就能提升修为，哪还用得着被贬？我早就下凡了。美容养颜丹。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啊？我这存货可还多着呢，你不好奇还有多少吗？你什么意思啊？再来一次，我一次性给你3颗美容养颜丹。小野，灯打开。这大半夜的，秦川在屋里面折腾什么？动静这么大。这孩子之前外面跑野了。希月啊，你平时没事儿多教教秦川规矩。知道了，爸。这是妈的声音，姐夫，秦川在里面欺负咱妈呢。没听错吧，明野？这我能听错吗？秦川这个畜生，他在里面趁咱妈不在，在里面欺负咱妈。你看给咱妈疼的，叫那么大声！我今天非废了他不可！我今天非打死这个畜生！爸，你先冷静点。是啊，爸，你先冷静，先看看情况再说，万一又是个误会呢？够了吧，小川，你还想欺负我一晚上吗？你到底还有没有契约精神？说好的事就要做，脸转过来啊！爸，你听听。秦川就是仗着自己的身份，在家里欺负年轻后妈，还当着您的面呢。爸，秦川，这回你死定了！不让你不长记性，不让你乱谈几十亿项，不让你把秦家搞得乌烟瘴气。说，这下记住了没？记住了。小川，我知道错了。哎，你们怎么来了？哎，你们大半夜不睡觉，跑我这干嘛？开研讨会啊？你们柳如烟杀恶值加10，当前杀恶值负70。我们……你还好意思问我们？你们在干什么？对，秦川，你这个畜生，凭什么欺负我妈？老钱，明野。你们这是……妈，你怎么就让他欺负呢？你哪只眼睛看到小川欺负我了？
刚才你们在这……小川那是帮我做美容呢，你不懂就不要乱说。这什么美容啊？这……还有宋明野，我警告你，我们两个是母子，而且年纪相仿，别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啊！什么情况？柳如烟怎么跟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如烟，你没事吧？我没事儿，老钱，我跟你说，小川他会医术，他把我那块的痣都给消了。一会儿回房间给你看看。柳如烟这女悟性果然不错，打骂完教育一下，确实听话。古人云：棍棒底下出孝子，果然是有道理。老秦，时间不早了，我们回房间休息吧。站住！妈，你刚才跟秦川在这孤男寡女，还闹出这么大动静，你不跟你解释解释吗？宋明野，你算哪根葱啊？用得着跟你解释？反过来讲，跟你解释什么？我私底下教训柳姨，她不服管教，被我棍棒严打，服服帖帖。哼，是这些吗？爸，你听见了吗？他说的这些污言秽语，还有刚才的拍打声，还有妈的叫声，他肯定有事儿，你就这么放过了？哪有什么拍打声跟叫声？是你听错了，我们刚才都没有听见。老婆，你听到了吗？没有，反正我没有听见。爸，你听见了吗？我也没听到。这大半夜的，你们都回去睡觉。爸妈，哎，你们秦川，你对我妈做什么了？行了，人都走了，你就别装了。谁还不知道你是柳如烟包养多年的鸭子，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了，还是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洗洗睡吧。啊，哦，况且，就算我跟柳如烟有什么，你觉得我那个好面子的老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的头上冒着绿油油的大草原吗？都是成年人，做事长点脑子。秦川，咱们走着瞧。哎呀，我这老爹真不知道哪儿来的牛劲，昨天晚上那几个亿的项目谈了一整宿，搞得我脑瓜子现在都嗡嗡的。我这姻缘主神可不是摆设，先前掐算过，兰姨分明是个生活本分、私生活极其检点的女人，可为什么偏偏她和老爹之间那根红线缠得发紫，纠缠得这么凶？兰姨啊，明人不说暗话，你是不是勾引过我爹？少爷，这话可不能胡说呀！我只是个下人，我只不过想伺候好老爷子呀。这副怀春少女的模样，看起来是真爱。哎，也对，老爹正值壮年，又家财万贯，试问哪个女人能承受住这种诱惑呢？这么说，那天在宋明野房间里，那件紫色的战袍，你主动扛下来，也是怕事情暴露，丢了我爹的颜面。其实，在大家族里，这种事也不稀奇。家主忙于事业，夫人寂寞，找几个面熟解闷，也是常有的。我只是不想让老爷太难堪。嚯，这兰姨不仅心胸宽广，更是有容乃大。老爹呀，真是捡到宝了，比柳如烟那个不知廉耻的蠢货强100倍。宋小姐，兰姨，少爷，这位是宋家长女宋月柔小姐，原本是老爷给宋明野少爷定的未婚妻，现在您回来，她是您的。秦川，秦川，秦川。
既然两家定下了亲事，那我要事先说明，这只是家族联姻，你可不要想太多。以后你玩你的，我过我的，这1000万，只要你答应和我互不干涉，签了它，我就愿意嫁给你。这身段简直是极品，颜值啊也是顶级。这种美女难道这辈子只能看不能碰？哎呀，真是暴殄天物。兰姨，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没有呀。不过话说回来，这宋家好歹也是跟秦家并存的4大世家豪门，才给1000万，这也太抠门了。怎么回事？难道我能听到秦川的心声？行，成交。以后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他在外流落20年，这才刚回来。这要是其他男人听到这种要求，应该十分不情愿才对。他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这个女人看着玲珑有致，身材丰腴，可都24了，竟然还只是个处，一看就是不解风情。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唉，就是可惜了这极品小蛮腰，还有这毫无瑕疵的腿喽。不过以后生活在一块儿，难免不会发生点什么，到时候想跑都跑不掉。大白天竟然在想这种事，真是个臭流氓。只要互不干涉，就能白嫖1000万。这宋大小姐真是人美心善的散财童子。秦川，你盯着这张卡笑什么呀？还不赶紧转账！转账？什么转账？这不是你给我各玩各的费用吗？给你的，秦川，这是让你转账的银行卡。娶老婆可是要彩礼的，我既然答应了家族联姻要嫁给你，这1000万当然要你出啊。给你1000万，还得各玩各的，这很正常啊。我堂堂宋家千金，嫁给你这种身份的人，要1000万都是给你面子。现在的社会啊，女性是独立的，我是嫁给你，又不是属于你，所以互不干涉是最基本的尊重。但是该有的仪式感和彩礼，你1分都不能少。我操，合着钱你要拿，权利你要占，义务你是一点都不想尽，这哪是娶老婆，这是娶了活祖宗还倒贴工资啊！又是这个声音，他竟然在心里骂我是活祖宗。检测到原主宋月柔3观严重畸形，触发惩恶扬善系统任务，宿主请注意，面对无理要求必须给予深刻教训，矫正价值观，奖励修为5年。宋月柔当前善恶值-30，并且惩恶机制触发，教训宋月柔以8掌1年修为，请宿主加油。奖励5年修为，那我可要认真了。宋大小姐，你管这叫正常？难道不正常吗？不正常你大！少爷，你竟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利己主义，想拿着秦家的钱去养你的女性。宋月柔，我告诉你，想进秦家的门，就掰正了你那些歪门邪道的3观。这份协议在我这，没有拿钱不干活的事儿。想要彩礼，先学会怎么做个像样的人再说。宋月柔善恶值+10，当前善恶值-10。他在教训我。从小到大，哪怕是爸妈都没有动过一根手指头，可为什么这一巴掌下来，反而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竟然觉得他说的话好有几分道理。这个男人好像和其他男人特别不一样。不对劲，这个女人，老子扇她的脸，她不扇我，居然还在这发春。原来这就是被人教训的感觉。难道我以前做错了吗？要是按照他的心意做，他会不会就不打我了？但是被他教训，好像还挺让我……这贱人不会被打爽了吧？贱人，他竟然在心里骂我贱人！从小到大，哪怕是宋家的竞争对手，也从来没有人这样羞辱我。秦川，这
这可是两家长辈定下的婚约，你不愿意给我1000万，难道是不想娶我吗？你可要想好了，外面排着队想娶我的人多的是，你不娶我，会是你秦川这辈子最大的损失。哼，不娶。怎么还越吵越凶啊？我该怎么办呀？娶你，1000万娶一个宋家最没用的废物小垃圾，傻子才干这亏本买卖。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他敢标价1000万。他骂我是没用的废物，在他眼里，我真的是个没用的废物吗？还把我比作可以随意交易的物品，他怎么能这样？他凭什么这样看清我？秦川，你凭什么把我比喻成可以被人随意调换的物品？我和你今天才刚认识，你就这么羞辱我，你到底有没有礼貌啊？我什么时候说了？这女人是不是受刺激过度？怎么还自己脑补起来？三言两语，我怎么好像就有点把这个女人给看透了？她该不会是另一个吧？哪个？你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就看！哎，看你怎么了？这么大的活人立在这儿，还不让看了？哎，不对，你刚刚能听到我的心声？我也不想听到的，我又不是故意的，大不了我跟你说声对不起嘛。还有，我今天来到秦家就是想要告诉你，秦家想和宋家联姻，你就必须要付出1000万的彩礼，否则这门婚事你想都别想。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没有一点尖牙利嘴的样子，反倒让人觉得挺可爱的。说实话，第一次当反派吧？你刚才说的那些女尊男卑的道理，谁教你的？什么女尊男卑？少在这装了！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不娶我是你们秦家的损失，男人就得给女人花钱的这些逻辑歪理，说，到底是谁告诉你的？是瑜伽老师教我的。秦川，你少废话，你不娶我，损失的只会是你，不是我。好，你又想打我，那你打吧。还挺精明，别以为靠这种手段就想骗我奖励你。你胡说什么？我不理你了。按照昨天的情况，能听到心声的，应该只有我老爹和我姐。难道这宋月柔是我老爹和宋家夫人的私生女？老爹平日里瞧着那叫一个作风正派，简直是道德模范。可这事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他不仅耕好了自己的田地，还懂得开疆扩土，他妈跑去耕了别人的地。不对呀，我老爹要是真的知道宋月柔是他自己的亲闺女，那也不可能把我安排给他联姻。难道是当年跟宋夫人有私生子，这风流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兰姨，你跟我老爹多少年了？回少爷，满打满算也有10几年了。哎，那你知不知道我老爹除了他自己老婆以外，有没有过跟什么其他豪门夫人的一些密切往来？就比如说刚才那位宋家家主的老婆。少爷，我只是个下人，怎么敢胡乱揣测老爷的私事呢？这事要是传到老爷耳朵里，老爷肯定会狠狠教育我的。哎呀，兰姨，你瞧把你吓的！你跟在老爷身边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这点小事儿他怎么可能为难你？再说了，就算我爹真的生了气，凭他性格那么温柔，最多也就是口头教育你2句，才不会动真格的。你有什么好怕的？少爷，老爷和宋夫人确实有来往，而且什么？兰姨，你倒是说呀，别卖关子了。而且我听说老爷和宋夫人交往过一段时间，当时秦家还没有这么势力庞大，在各方权力的压迫下，家族
就要求老爷必须和宋夫人分手。宋老爷子就是那时候接盘的。好家伙，这宋老爷子听着就是给人一种十分伟大、特别包容的感觉，简直是胸襟开阔到能跑马呀！这接盘下当的，我不禁有点佩服了。蓝姨，你对我们家的事儿这么了如指掌，就连当年的隐私都门儿清，你是不是也对我爹动过心？不然你怎么能勾引他呢？蓝姨，你消个实底儿，你可曾有过婚嫁？少爷，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秦家，我什么事都不敢想，更别说这嫁人了。嚯，蓝姨在秦家待了10几年，居然还是个厨。我那老爹到底是修身养性，还是真如柳如烟所说，功能彻底报废了？蓝姨啊，平时啊，这家里常年没有阳光，这心里积压的阴影多了，总会生病，所以这以后得多给这花浇浇水，也得多给自己通通风。少爷，这花浇多了会烂根的。哎呀，这还我飘飘丹的外服效果，搭配治疗效果还真是不错。柳如烟啊，柳如烟，为了救赎你，还我飘飘丹都所剩无几了。小川，你看我带谁来了？这可是当今国际上最红火的巨星林月。月，这就是小川。我跟你说呀，自从被小川教训完之后，我这不但筋骨疏通了，就连皮肤也变得光滑水嫩了，而且还能得闪耀呢。如烟，他就是你说的神医。我看他年纪轻轻，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我可是不屑与无名之辈来往。既然不信，那来找我干嘛？出去吧。小川，月月她正处于事业的瓶颈期，要是这3年内不能更进一步的话，以后就更没机会了。小川，你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你就帮帮我们吧，好吗？检测到目标人物林月，当前上颚指为负数，原主年少得志，心高气傲，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发布救赎任务，真的很有效果的。宿主救赎林月，通过教育矫正其畸形的价值观。我这刚清静会儿，又给我塞个4头，真当我这是劳教所呀？我可不是来求你的，你要是没那真本事，可别耽误我时间。我说系统啊，你也得心疼心疼人吧。我这天天救赎这个教育那个，我又不是生产队的驴，我也得休息啊。这林月一看就是个难伺候的主，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谁爱干谁干。宿主请注意，由于林月拥有庞大的粉丝基数，只要教导好他，让其积德行善，引导粉丝，每一巴掌能增加5年修为。多少？5年修为？干嘛呢？哎呀，没事儿，他就这样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这世界的价值观，为了林小姐的灵魂救赎，这5年，哦不，这任务我接了。六爷，我要跟林小姐单独沟通一下，你就在这待着，没我的允许，谁都不可以上来。啊，你就去吧。哎呀，没事的。林小姐，走吧。去吧，没事的。虽然如烟不在了，我要提前把话说清楚。我这种名声显赫的人是不会陪你过家家的。要不是看在如烟的面子上，我才不会给你机会呢。如果10分钟之内我看不到皮肤提亮，
紧致皮肤的效果，我立马就会离开。你也别把你那些班门弄斧的东西用在我的身上。李小姐，既然要试，那你就得按照我的规则来。我来好好检查检查你的身体，让我看看你这傲气底下到底藏了多少东西。100年修为啊，终于到手了。照这个进度，多来几次，10000年修为啊，指日可待呀！怎么可能？这皮肤也变嫩了，脸也变紧致了，就连那些微小的瑕疵都消失不见了。月月，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小川这教学人的手法是路子野了点，但是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你看，我原本以为他就是个哗众取宠的纨绔，没想到到底是混迹娱乐圈的，这事业心和抗击打的能力确实比柳如烟大了不少，我都快挺不住了。他居然还这么精神。行了，你治疗完了，快回去吧，我要休息了。哎，秦川，我下巴这儿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瑕疵，既然要做，我就要做得完美。我决定，咱们上去再来一次。什么？还来呀？走嘛！不行不行，来一次嘛，秦川，男人不能说不行啊！哎呀，果然有效。小川，这效果真不错，今天多亏你了，我先走了。救赎灵月任务阶段性完成，目标杀恶值转正，恭喜宿主获得奖励500年修为上品灵石无影鞭秘籍。这哪是当牛马呀，这分明就是上帝赏饭吃。再有几次啊，重回天界，不就指日可待了吗？系统，帮我查一下柳如烟最近的善恶值，让我看看把她教育到什么程度。检查完毕，柳如烟当前善恶值为-30。忙活了半天，看来这后妈的三观竟然还是个大漏斗。罢了，谁让我今天已经连轴转了，2个顶级大美女，我这腰子也得歇一歇。看我明天再来教训她。小川，你光顾着帮林妹妹了，把柳姨给忘了。柳姨，我今天实在太累了，要不我们明天再约？不行，我刚刚照了镜子，发现脸颊这一边还有点小瑕疵。我不管，你帮月月都那么用力，到我这里可不能不用力啊。小川，你答应柳姨，一会儿帮柳姨要用力啊。不要啊！不要！不要啊！这哪是拯救失足后妈，这简直是自残式支教。老子现在活得还真不如一条狗。累坏了吧？瞧把你累的，在屋里好好休息着吧。少爷果然是人小鬼大，这般手段竟然能让如狼似虎的柳如烟心服口服。兰姨，去给少爷炖一碗上好的鸡汤。少爷最近辛苦了，得好好补补。是。检测到柳如烟当前善恶值为-5，宿主请注意，尚未完全转正，仍需再接再厉哦。-5，我都快把命搭进去了，竟然才-5！这柳如烟看来现在是越来越难管教了，竟然不服从我，竟然敢跟我顶撞，看来我只能使用另一种手段了。
看来下次我得把棍棒教育跟皮鞭教育结合在一起。我就不信这身反骨不能让我治得服服帖帖。少爷，您趁热喝。夫人说您最近为秦家操劳过度，这老母鸡汤是特意为您挑选的，很补气血。确实得补补，活活累死在这凡间。天界的那些老对头得笑掉大牙。少爷，您吩咐我最近盯着宋小姐，她最近好像不太正常。她每天下午都会去城西一个叫冷秋霜的瑜伽会所，那个会所不教正经瑜伽，教什么男人驯化术。难怪宋月柔现在张口闭口就是1000万彩礼和绝对女性主权，看来她是钻进女权窝了。可不是嘛，听说宋小姐现在已经是核心成员，还要把咱秦家的女眷都引荐过去呢。好，我知道了，把3试管拿来吧。好的，少爷。系统，之前奖励我用的那个无影鞭怎么使用？此鞭无形无质，挥动手指即可隔空施展。最绝的是，它在抽打时会产生高频震荡，能瞬间燃烧目标局部脂肪，达到急速瘦身、提臀塑形的神奇效果。我去，这简直是这些爱美女权的克星啊！到时他们恐怕得哭着求我多抽几下吧。少爷，这宋月柔如果真的是我那爹在外面生下的种子，那我这个当哥可绝不能看他被这些毒鸡汤毁了。不管是拯救迷途少女，还是为了老爹的血缘真相，这一趟我都得去。而且这无影鞭的瘦身效果必须让那个冷秋霜体验一下。放松腿部肌肉，1、2、3、4、5、6、7、8，回位。这节课到此结束，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老师，那个秦川的手段真的让人招架不住。宋月柔，我教你的觉醒女性的独立精神呢，被扇了一巴掌，就像丢了魂一样，还对男人的暴力产生了依赖。你简直就是我们组织的耻辱！这就是女权窝点，传得这么紧，嘴上喊着独立，背地里却教唆别人搞对立。看来今天不给你们松皮，你们是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教训。齐川，你竟敢擅闯我们私人会所！姐妹们，把他给我赶出去！你竟然！屁股上的赘肉少了耶！不客气，算我帮你塑形了。救赎开始，每抽打1次3关不正者，系统增加5年修为。怎么？够了！够不够？你可说了不算。宋月柔，你说够了吗？他居然那种痛感过后，竟是极致的轻快，连身体都变苗条了。青川，你刚刚那个招式好厉害啊，能不能教教我？青川，你简直是对我们女性人格的羞辱！哎，你可别冤枉我，这些可都是你们瑜伽的动作，我可什么都没做。反倒是我要问问你，你利用这些单纯的女孩，肆意控制她们的思想，有想过她们的人格吗？你看我干嘛？我可什么都没做啊！不对，我干嘛这么鬼鬼祟祟的？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孩子又不是我生的，我有什么可怕的？宋月柔，我有一个请求。你说。剪一小撮头发交给我。他这是在命令我。
在以前从来没有人命令过我。你说嘛，行不行？可以，我去拿剪刀。救赎开始，宋月柔的杀恶值忠诚度大幅提升40，奖励宿主10年修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他居然误错，就一小撮头发，竟然这么认真对待。看来是我平时教的太好了。头发到手后得去化验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和我爹有关系。我也是相信科学的。秦川，试试你要的头发。不错，效率很高。他竟然夸我了！他刚才还那么凶的命令我，现在用这么温柔的语气，原来只要我听话，他也是会奖赏我的。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先撤了。他到底施了什么女魂药？月柔可是宋家的大小姐，平时连市长公子都不正眼看，现在居然被这个坏蛋2句话就把 CPU 给烧掉了。月柔，你醒醒吧！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还有半点独立女性的影子？这个秦川，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暴力狂。可是老师，被他命令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跳得好快。不对呀，刚才系统说救赎宋月柔这种顶级尤物，奖励最高。可这小妞现在变得这么顺从，我这估计连想抽都找不到借口。既然这个救赎都差不多了，那她身边肯定有不少被毒鸡汤洗脑的好闺蜜，这种利民利己的好事得做全套啊！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他在利用你的温柔奴役你。月柔，你一定要远离秦川，听到了吗？我知道了，老师，我以后会远离他。要什么呢？秦川，你怎么又回来了？是有什么新的命令吗？可恶的秦川！宋小姐，你身边以后如果有什么三观不正、作风不良的一些姐妹，记得通通告诉我，我是专门整治这些人的，我一定会做到的。好的，只要是你的命令，我以后一定会留意的。不过，秦川，你除了刚才的招式，还有没有其他更厉害的呀？那当然有了，不过这种事情要因地制宜。宋小姐日后就知道。韩芷一挥剑，脑子已经500年修为了。本以为万年苦修是场折磨，没想到这种教训恶女人的日子，竟然比在天上当神仙还要滋润快乐。小川在家吗？我是如烟的朋友林月，就是上次被你教训过的大明星。林月大明星，他怎么来了？上次不是还嫌弃我来着？哦，难道是挨打没挨够？进来吧。小川，哟，月儿姐今天怎么舍得屈尊降贵啊？上次感觉怎么样啊？这么久没见，是不是对我服务不满意啊？小川，你别开我玩笑了，我这次找你是有正事求你。哦，有求于我。小川，我的日程被安排的太满了，我每天早出晚归的，人都快熬干了。你看看我这皮肤，还有我这精神状态，感觉整个人都要被吸干了。倒是如烟，她最近的皮肤都好到离谱，她都跟我说了，都是你的功劳。小川，你也帮帮我嘛。我说月姐，你这变化也有点太快了吧？我记得上次见面，你还是一副眼高于顶，正眼都不瞧我一下的样子。其实说实话，比起你现在这副求人的样子，我更喜欢你那副桀骜不驯、不可一世的模样。要不转换一下？小川，我上次不是不知道，
你有这么大本事吗？本事？我真正的大本事，你可是没见全呢。淑烟经常说，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要不我也试试？小春，姐姐求你了，你帮帮我嘛！这还是电视上那个天后林月吗？林月这个女人的善恶值早就被我打正了，说嘛，现在在费力教导的也是吃力不讨好，不值得。不过上次这个人前高冷的天后大明星，竟然直接让我涨了200年的修为，要不委屈一下自己？小春，姐姐求你了，你就帮帮姐姐嘛！你再帮我一次嘛，求求你了啊！月姐，不是我推辞，我这几天我为了秦家那点事儿，我忙得我脚都不沾地。这种既要耗费大量口舌，又要实质性开展教育工作，实在是太费体力了。要不改天？还下次？小春，我这一场演出可是好几百万呢，你知道我为了见你，硬生生的推了2场演出呢。小春，你要是实在太辛苦，倒也不必大费干戈，你就动动口，你就随便指导我几句，只要你肯给我那个美容养颜丹，让我怎么做都行。真是奇了怪了，我好歹也是个国际天后，平时多少豪门阔少跪着求我看他一眼，我这都上赶着讨好他了，他居然还在那儿不领情。叮，检测到目标，林月善恶值再次降为-20。好家伙，这女人表面求我，心里可却在骂我。上次刚来几个钟头就涨了200年修为，本以为这种绝无仅有的机会只有一次，没想到次次都。好，既然月姐诚意这么足，那我就舍命陪君子。走，进屋详谈。好。我要是这时给大明星林月来一场直播，肯定能赚不少钱吧？老爷天天那么累，我得想办法帮他分摊压力才行。林月善恶值已转正，恭喜宿主获得200年修为。这种收割修为的速度像开了挂，不过我好像发现了一个系统 bug， 如果把它弄生气，善恶值降下去，我是不是就能反复刷经验了？月姐，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什么？畜生啊！这个找女神3啊！地址在哪里？人在哪儿？都在哪儿？老子要去劈了他！怎么没变附属？这不科学啊！小川，我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打我？啊！哎呀，月姐啊，你别多心，我刚才伸了个懒腰，不小心碰到你了啊！作为补偿，我这有颗美容养颜丹，送你了。一颗破药就想收买女神，脑子没病吧？地址呢？这些网友行不行啊？找到了！兄弟们走，老子用命自省他！还糖尿病的往边看，别让这小子尝到了甜头！月姐，谢谢你的丹药。刚才那一巴掌虽然疼，但换来一颗价值连城的美容养颜丹，这买卖啊，简直太划算了。这要是进了房间，以秦川那种教育的劲头，少说也得挨个10几下，那岂不是能再拿一瓶丹药？小川，一巴掌换一颗丹药，你会不会太吃亏了？我这心里怪过意不去的。要不咱们去房间里再来一次，我多挨几个巴掌没关系的，只要你这心里能好受一些。不，女神，你到底怎么了？你是缺钱吗？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到底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你缺钱跟我们说，我们改还不行吗？千万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啊！抗议！我要去找他抗议！我不服，为什么这种好事不能让我来？这女人怎么挨打还上瘾呢？看她平时挺高冷的，
没想到骨子里竟然是这种属性。不用了，月姐，我这体能有限，咱们改日再说，改日再议啊。我是不是闯祸了呀？月姐，下次再来记得提前预约，我状态不好的时候会影响治疗效果。放心吧，小川，我记住了。明月，你怎么来了？怎么没联系我啊？啊，我是专门来找小川的。啊，我明白了。月月，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前几天你可是痛斥这个秦川，说他是个只会偷奸耍滑、下流无耻的卑鄙小人。怎么几日不见，你变成这么没有出息的样子啊？青青，你不懂，小川的手法那是真正的灵魂救赎。你看我现在的皮肤，是任何顶级化妆品都比不了的。又来一个宋修为的，这素清表面高洁的跟白莲花一样，实则旗袍下的那双腿因为紧绷而微微打颤，极度使人面目全非呀！臭流氓！检测到影视千金苏青其三观受家族影响，禁锢极其严重，处罚救赎任务。恭喜宿主连续教导多名顶级名媛，获得进阶秘籍千丝万缕。此功法可利用绳子等物品进行体罚式的教育，疏通筋骨，教化灵魂，每分钟提升10年修为。系统，你这奖励也是越来越懂我的心了。既然苏小姐主动送上门，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月月、如烟，这是我们苏家美容院顶级的 VIP 卡，里面都是正规古老的手法和优雅的环境。还有，我劝你们还是少跟这种修邪术的男人来往，他这种粗鄙的手段，就是在占你们的便宜。邪修占便宜？苏小姐这书读的不少，怎么这心眼比神仙还小？难道我说错了吗？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抽脸扇打，难道不是有辱斯文吗？这苏青说话怎么文绉绉的？哦，原来苏小姐是书香门第，祖上3代都是文豪泰斗，只可惜家教太严，规矩太死，就像一把精致的枷锁，把你整个人都焊死了。你怎么知道他？青青，小川他学过算命，他什么都懂的。何止呢，小川对女人的研究造诣极高。月姐说的没错，我不仅知道你家教严，我还知道你长期压抑天性，导致七经八脉淤堵如石。你表面清高不可一世，冷漠至极，甚至对任何触碰都有厌倦。若是再不是，恐怕这辈子就无望喽。你无耻！你怎么知道我的隐私的？这种常年生活在思想牌坊下的女人，若不直接击碎她的伪装，她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活得有多憋屈。看来这千丝万缕下的第一个女人，非她莫属喽。秦川，你竟然敢用言语来羞辱我们苏家门风！我现在就把家人叫来，拆了你这藏污纳垢的秦家大宅！青青，你这是干嘛？小川他就是说话直接了一点，但是他算命救人的本事都是实打实的，我和月月都能作证的。青青，我之前的性子比你还傲呢，现在我也脱胎换骨了。你要相信小川，小川的教育方式虽然与众不同，但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把身心融入进去，而且还会上瘾呢。你们小样，不从是吧？看我怎么拿捏你！既然苏小姐觉得我是歪门邪道，那我就不热脸贴这个冷屁股了。六姨、月姐，你们以后也别找我了，免得毁了苏小姐那圣洁的名声。哎呀，小川，我们知道错了，青青她只是性子倔了点儿，不关我们的事儿啊，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呀。是呀，小川，越烈的性子越需要教育才行的呀，你就耐心一点嘛。就像以前教育我们一样，教育他嘛。你们两个是疯了吗？被他迷到这个地步。哎呀，小川，好不好嘛？小川，你就教育他嘛。
好，我今天便要体验体验，看看你用了什么蛊惑人心的媚术。如果你拿不出真正的本事，别怪我报警，把你送到警察局里。好，苏小姐，卧室请吗？真搞不懂，如烟和林月怎么想的？这么恶心的环境，怎么可能身心愉悦？说吧，秦川，你想怎么教育我？我想先请教你，苏小姐，你们书香门第是不是最讲究诚实与守信？那是自然，人不诚不可交，人无信则不立。算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好，那我们就只做不说，把丝袜脱了。什么？脱丝袜？我就知道你满脑子都是这样污秽的流氓，这和治病有什么关系？本来想用绳子的，让你用丝袜是心疼你，没想到你却不领情啊！你竟敢打我！哎，且慢，苏小姐，别急嘛，先看看你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原本因为长期坐着产生的赘肉，竟然真的减少了一些，脸上的皮肤也细腻了许多。难道柳如烟和林月说的都是真的？这下听话了吧？脱了。啊！开始了，开始了！哎，不行，秦川，这样子不好。奇怪了，这青青接受的教育，怎么跟我们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啊？哎，好的，秦川，你慢点，你慢点。难道这臭小子给苏青开了小灶，用了什么新型教育方式？这苏青也是第一次来，凭什么就能享受到这种 VIP 待遇呢？错了没？我错了，我错了，这怎么回事啊？不会是青青那个冰块性格真的被小船给气哭了吧？青青，你这是怎么了？不会真的是这小子下手太狠，把你欺负的没法做人了吧？别怕，青青，别怕，你先冷静一下。你告诉我们，秦川到底把你怎么了？如烟，月月，我错了。以前家里长辈教的那套全是过时的东西，要不是秦川，我这辈子都被这种旧有的观念蒙在鼓里。是秦川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感觉我浑身轻松。天哪，青青，你的腿怎么感觉变长了呀？而且这线条也是美得不可思议呢。对啊，青青，你这以前看书写作的浮肿腿也完全消失了，我都恨不得上手摸两下。三位姐姐连轴转，地里老黄牛都不带这么干的。我好累啊，你们先回吧，我要睡觉了。不能睡，我们也想要第二次生命，我们也要解放天性。就是，我们不怕疼，也不怕束缚，凭什么苏青就能变美，我们就要落后？你们，救命！这凡间的命运疯起来，比天上的魔头还可怕。这三个女人发起疯来，竟然比老虎都猛。系统奖励我的美容养颜丹，已经被他们索取的一颗不剩了。丁，检测到柳如烟善恶值已转正，发布下阶段任务，将柳如烟、宋明野、龙傲天驱逐出秦家，让柳如烟自强自立，奖励500年修为。什么？500年？看来这步我没白忙活。小川啊，这几天呢，你就好好休息休息。等你的瓷瓶什么时候装满丹药，我再带我的姐妹们过来找你啊。柳叶，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啊？之前答应我跟老秦离婚的事儿，现在该兑现了吧？啊？老秦纠结什么呢？还不趁早甩了他？难道头顶上这片青青草原还留恋上了？小川呐，
这上面写着要给如烟50%的婚内资产，这块儿是不是写的有问题啊？哎呀，我差点忘了这茬。柳姨，过来。爸，条款的事情我跟柳姨进屋商量一下。小川，你是不是又准备欺负你柳阿姨？哎呀，怎么会呢？我可是为了咱们秦家的资产。这是重新起草的？您就放心大胆的签吧，我跟柳姨都谈好了，她现在的思想觉悟简直比天都高。如烟啊，这上面写着你自愿放弃50%的婚内资产，你真的想清楚了？老秦，我已经全想明白了，我这些年攒的也够我下半辈子生活了。我跟你离婚，绝对不带走你家的一针一线。他哪是不拿一针一线，他那分明是看不上老爹名下的一针一线，人家这么多年攒了不少本钱的。柳爷，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把之前养的鸭子也带走，别占了咱们家的地儿。鸭子？咱们家什么时候开始养鸭子了？我平时怎么没看到？老爹怎么还装起来了？明明知道，生怕传出去丢脸，硬装毫不知情，演技不错。爸，这鸭子呀，您不光天天见，你当初还差点把这只鸭子送给您亲生女儿呢。小川，你就别说了，自从老秦断了我的资金之后，我就没钱给他了，他早就卷铺盖自己走了。好了，我先去收拾行李了。小川呐，这段时间怎么没见明野啊？既然你柳阿姨走了，就别让她继续待在秦家了。爸，那鸭子在柳姨那儿没了水，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找水了。坐啊，坐。这又是哪位小姐妹？虽然气质出尘，但这粉扑的厚了点，看着是不是显老啊？哎，胡说什么呢？这是你宋阿姨。妈，这个就是我经常跟您提起的秦川。啊，宋阿姨好，这就是宋阿姨。虽然保养不错，可看着确实显老。可要是对比我老爹，那可是年轻太多。难不成老爹当年拿下宋阿姨的时候，也是老牛吃嫩草？小川啊，你宋阿姨18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老爹这逻辑，柳如烟当年结婚时是18岁，宋阿姨当年也是18，果然没有永远18岁的姑娘，但永远有姑娘18岁。看来老爹在感情这方面也是出奇的专一呀。舒琴呐，这次你带着月柔过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呢？老秦，月柔回去之后整天都茶饭不思，满脑子都想着和秦川哥哥在一起。既然两个孩子情投意合，那近期就把婚事给办了。定亲确实是大事，既然大家都着急，那不如把婚期定在下个月如何？啥？下个月结婚？不，老爹，我跟月柔这关系，我怎么跟她结婚啊？宋姨，爹，这婚我真结不了，而且我根本就不能结婚呢。秦川哥哥，难道是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好吗？不是月柔，你错怪我了，你哪都好，这事也不能怪你，你一开始就是一个错乱的化学分子，这事儿你也做不了决定，要怪就怪这些不负责任的大人吧。怪大人？难道是我爹？可是这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不怪你爹，要怪也得怪我爹。你小子你，奇了怪了，宋老爷子平时看着挺精明，怎么对宋夫人这么放心？绿帽子戴了20多年，都不知道查一下。混账！你在这胡言乱语什么？哎呦，这是亲子鉴定报告，你看一下吧。
这鉴定报告是您的亲生女儿，跟宋叔叔有关。秦叔叔，我爸爸他对不起您，但是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您别生气啊。月柔，你搞错了，我的意思是，你和你爹不是亲生的，这是要怪他也得怪我爹，是我爹得给你爹道歉啊，不是我爹得给宋叔叔道歉。你的意思是，我是秦叔叔的女儿？淑琴，妈，您去哪儿啊？最近修为长得越来越慢，宋月柔又因为这层奇怪的关系，不能打，不能骂，更不能说教，这该如何是好呢？怎么了这是？宋月柔知道真相后，回去大发雷霆，一句话都不肯跟宋夫人说了。小川，她平时最听你的话了，你想想办法吧。小川，阿姨求你了，你能跟我去解开月柔的心结吗？解铃还需系铃人，交给我吧。为什么？为什么？月柔，妈知道错了，妈不该瞒你，你赶紧把门打开，你小川哥哥来看你了。别跟我提他，我竟然爱上了自己的亲哥哥，太恶心了，我不活了。小川，月柔的性子太烈，根本不听我的，你还是快去劝劝她吧。劝？这小妮子从小被惯坏了，又被那些女尊男卑的歪理洗了脑，现在寻死觅活的给谁看呢？宋阿姨，既然她道理听不进去，那我就只能换个她能听懂的方式。什么方式？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吓唬谁呢？你当初那1000万彩礼的卫生证呢？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宋阿姨，你先出去守着，没有我的指令，别人不许进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谁允许你这么作践自己的？放开我！你放开我！这丫头脑子里有逆毒，我用重笔根本刮不掉她脑子里的那些毒药。长兄如父，我只能辛苦一下自己了。这一巴掌，怕你自轻自贱；这一巴掌，拿你女权主义；还有这一巴掌，怕你作践你自己。加油！还不醒悟，还要守着你的女权主义，活一辈子！你杀了我吧！我妈说过，男人都是掠夺者，我不抓住钱，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男人不可靠，婚姻不可靠，只有钱才可靠。七进七出，老子这5年修为都快消耗干了，这丫头竟然还在背诵那些歪理。不对，毒种不在她身上，是在门外那个老女人的心里。小川，月柔她怎么样了？她怎么样？得问问你这个当妈的怎么教她。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根儿在你这儿。锦川，你疯了！我是你的阿姨，她是你的，你这是大逆不道！你除了会用暴力，还会做什么？你已经打碎了我的世界，
现在还要来羞辱我的自尊吗？自尊？你们母女俩靠着毒鸡汤吸干宋家的血，把男人当工具的时候，你们想过自尊吗？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彻底拔除，以后还得害人害己。放开我！想跑？今天一个都别想跑，给我上去！还有你！月柔，你看清楚了，你妈当年的风流债让你受了20年的罪，而你现在还在学她那套把戏。秦川，我恨你个畜生！秦川哥哥，你的动作怎么变慢了？小川，别停啊！妈，女儿。宋月柔母女善恶值已全部转正，奖励修为200年。总算结束了。小川，阿姨以前真的错了，你再教导教导我好吗？我还没听够呢。还有我，秦川哥哥，你刚才做的就是我想要的真理，你再命令命令我，求求你了。我靠！凡间的名媛疯起来，这是连神仙都招架不住啊！我这老爹也真是，明明是个喜欢18岁姑娘的主，却让兰姨穿得像个修女。兰姨这身材，这长相，若是换身行头，保准让老爹那年久失修的工具重焕生机。兰姨，先别擦了。少爷，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兰姨，明人不说暗话，你对我老爹那点心思，我早看出来了。不过我老爹这人虽然念旧，但你这身行头早都看腻了。想要留住男人的心，得先勾起他的眼。我房间里有一套粉白烘焙制服，你去换上试试。老爷，请喝茶。小兰，你这身衣服那套旧了，我收起来了。正好，我这房间最近有点乱，你去帮我好好收拾收拾啊。好的，老爷，我现在就去。怎么感觉我又行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小兰，你收拾好了？收拾？你得先弄乱，我才能收拾。弄乱？对，越乱越好，越乱越好。哎呀，看来老爹心里那把荒了10几年的枯草，被兰姨这身行头给彻底点着了。听听这老牛吃嫩草的劲头，哪儿像个年久失修的老头子？兰姨在秦家守了10几年，总算等到了开花结果、通通风、浇浇水的这一天了。成功促成兰姨与秦气中的宿世姻缘，彻底斩断秦家最后的一丝孽缘阴影。系统为你发放海量修为奖励，奖励1000年修为，功德圆满进度大幅度提升。居然有这么多！原本以为这老宅子阴气重，没想到驱走柳如烟、龙傲天和宋明野那几个毒瘤之后，修为居然提升的这么快，成仙之日指日可待啊！小川，你在家吗？小川，你快去看看吧，月柔又开始不听话了，已经2天2夜不吃饭了。不应该呀，按理来说这丫头已经被我从头到尾彻底教化过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宋阿姨，是月柔她自己不听话呢，还是你不想让她听话？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真的是月柔，她真的需要你教育一下。
既然宋阿姨这么不能坦诚相待，那就请回吧。别呀，我知道玉柔那孩子不争气，我这个当妈的都看在眼里，也觉得跟着你多学点知识，免得以后教导不了她。明白了，既然宋阿姨这么好学，那我以后正好亲自手把手教你们母女俩。虽说是为了救赎孽缘，但这种教化名媛的日子，确实比在天上当神仙快活多了。叮，清理凡间孽缘，任务完成，功德圆满，恭喜你，可以随时重返天界。终于达成了。金川哥哥，我有个姿势还不太熟练。就是啊，小川，你再帮我们多巩固几次吧。那就在我走之前，送你们母女俩一场终身难忘的教化吧。耶！